秋天嘅紅葉，春天高一高嘅雪牆，呢兩個自然美景，加上纜車同埋吊車等等具特色嘅交通工具，納山喀布阿爾卑斯山脈路線迷倒咗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位於呢一條人氣山岳觀光路線嘅中心，係日本最大規模嘅水壩喀布水壩，提高186米，儲水量達到2億立方米。為咗興建呢一座超巨型水壩，換上咗171條寶貴嘅性命。點解要付出咁大嘅代價，都要喺標高300米嘅山脈之間興建水壩？呢一個就係同日本戰後嘅處境有密切關係。最深日本呢一集以其中一個日本之最提高最高嘅喀布水壩做主題，總共長37公里嘅納山喀布阿爾卑斯山脈路線，原本就係為咗興建呢一座水壩而打通嘅通道。水壩工程之後，道路同埋隧道就改建成為觀光路線。喺構成山脈路線嘅納山隧道裏邊穿梭嘅無軌電車，喺2024年11月30號退役。今次拍攝就趁機第一次試搭無軌電車前往喀布水壩，睇一睇宏偉嘅景色。呢個急彎嚟。納山喀布阿爾卑斯山脈路線，唔少遊客都希望趁春天到訪，欣賞喺膝堂高20米嘅雪壁奇觀。膝堂係山脈路線裏邊最高嘅一段，比高3150米立山頂峰只係差500米。路線起起伏伏，穿山越嶺，靠近富山火車站嘅膝堂同比較近長野縣嘅納山喀布，兩者高低差大概有1000米。膝堂嘅雪壁已經說明咗點解要喺呢個山脈裏邊興建水壩，係因水壩而造成嘅人工湖喀布湖裏邊向上望，發現四周圍都被山脈包圍，而喀布湖水源係來自喀布村，即係興建水壩之前嘅天然河流。屹立喺富山縣同埋岐阜縣嘅納山連峰係著名嘅豪雪地區，由西伯利亞吹到日本嘅冷空氣，經過日本海嘅對馬暖流變成咗水蒸氣，再撞到日本脊梁山脈而往上升，造成雪雲，並且為納山鋪上厚厚嘅白雪。一年之內大概有9個月都會積雪，每年10月初就開始落雪，10月尾就漸漸積雪，一直去到下年嘅4月達到降雪嘅高峰。今次嘅拍攝係喺11月初，由美女屏搭巴士去膝堂嘅旅程期間，睇到樹上已經有積雪，呢一個風景都夠晒靚。喺呢一度5月開始融雪，7月之後就會完全融雪，變成一個綠色世界。喺遊客角度嚟講，納山喀布阿爾卑斯山脈路線係一個好有觀光價值嘅景點，而20世紀初嘅日本人就將焦點放喺呢度嘅地理同埋氣候上，發覺融雪會產生大量水源，由山上一直沿住喀布村流出去富山灣，由高達3000米嘅高山一口氣流出海嘅水源，就係適合用嚟發電嘅資源。其實喀布水壩係一個用嚟作水力發電嘅建設，而山脈路線原本就係為咗興建水壩而開鑿嘅隧道同埋鋪設嘅道路。後來工程完結咗之後，呢啲設施被改建成為觀光路線，例如由喀布通往線澤嘅隧道，名為關電隧道。關電即係關西電力，係為關西地方服務嘅電力公司，負責興建喀布水壩同埋相關工程。而講返去納山嘅氣候，因為一年大部分都係雪季，唔少地區積雪高達8米，而成為景點嘅雪壁走廊，位於標高近3000米嘅膝堂，積雪高達20米。因為積雪關係，所以山脈路線喺冬季就會封閉，每年12月開始封閉，直到下年嘅4月重開。封閉期間，路線裏邊嘅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會停止服務，加上路線係喺中部山岳國立公園裏邊，一年裏邊都唔准車輛駛入，要留意呢一點。如果揸車去玩嗰陣時，就要喺納山站或者線澤站度停車，搭路線裏邊運行嘅公共交通工具去遊覽。喀布水壩工程
途中遇上種種困難。喺黑布湖遊覽船上面睇睇四周嘅環境，呢一度好似個溪谷，要越過高山先至可以嚟到。喺呢個環境惡劣嘅地方興建水壩嘅原因，同當時嘅日本社會環境有關。黑布水壩有另外一個名，黑四水壩，即係黑布村上面第四個水壩。早喺百幾年前嘅1917年，已經開始有喺黑布村興建水壩嘅計劃。當時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導致金屬原材料價格上升。出身於富山縣嘅高峰洋吉博士研究國產鋁嚟解決問題。熟悉金屬特性嘅觀眾應該知道，生產鋁要消耗大量電力。高峰博士就計劃喺黑布村興建水力發電站嚟為鋁工廠供電。但戰爭結束同埋博士去世，計劃就冇實現。不過電力需求日益增長，去到1924年，電力公司嘅日本電力喺接近下游嘅位置開始興建黑布村上面第一座發電站柳河園發電所，工期大概係3年。過咗唔夠10年，1936年10月，黑二嘅小屋坪水壩同埋發電站開始運作，位置比柳河園發電所較近上游，喺黑布峽谷鐵道貓右站附近。同一時間，黑三嘅仙人谷水壩已經開始咗工程，喺1940年11月竣工，位置比黑二更近上游，喺黑布峽谷鐵道舉平站附近。不過喺高山嘅工程環境十分之惡劣，黑三工程裏邊有100人以上喪生。短短16年，已經有3座水力發電站喺黑布村旁邊誕生。咁密集嘅工程都係為咗解決能源不足嘅問題。踏入20世紀，各國對電力嘅需求大增，日本國內缺乏可以用嚟製造能源嘅天然資源，例如煤同埋石油，要依賴外國入口。除咗火力發電之外，日本本土可以高效率發電嘅就係水力發電。除咗頭先介紹過嘅黑一至到黑三水壩同埋發電站之外，仲有鬼路村同埋琵琶湖疏水等等水力發電設施，紛紛喺全國各地出現。不過除咗家庭之外，工廠亦都大量消耗電力，電力不足唔單止令生活不便，甚至影響經濟發展，對國家發展打擊唔細。太平洋戰爭裏邊，日本戰敗，直到同各國簽署和約為止，都被代表同盟國嘅美國統治。喺統治期間，美國改革日本嘅政策，例如秋葉原電器街嘅誕生，就係同美國發出嘅路電撤廢令有關。而有關電力嘅行業喺全國有多間電力公司，而且發電、送電、配電嘅服務由唔同嘅公司提供。到咗戰後，美國重組日本嘅電力行業，將多間公司重組，最終合併成9間電力公司，各公司同時負責發電、送電同埋配電。9間公司分別係北海道、東北、東京、中部、北陸、關西、中國、四國、九州電力。而因為沖繩回歸日本，加埋沖繩電力，就總共有10間電力公司。呢一個體系維持到2000年。到咗1950年代初，韓戰令日本經濟急速回復同埋發展，電力需求亦都增加。另一方面，進口煤不足同埋河流水量因氣候而減少，令關西電力面臨供電不足危機。當時電力供應就好似開發中國家咁樣，經常發生停電。例如喺準備晚飯嘅時間，各個家庭同時使用大量電力，而導致停電。當時嘅人只好點蠟燭嚟享用晚餐，而為咗維持有限供電，每個星期停止供電俾家庭3日，工廠就2日，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唔少人因為供電不足而向關西電力抗議，關西電力就想辦法要喺短期之內增加供電。當時打算喺比黑三更上游嘅地方興建水力發電站，但嗰度環境比黑三更加惡劣，工程必會導致過百人喪命，咁樣就令到關西電力冇辦法下定決心。戰後已經過咗10年，各種復興工程如火如荼。關西電力喺1956年派出調查部隊深入立山，
研究點樣將大量嘅物資越過陡峭嘅山坡運到去建築地點。呢一度根本就冇道路，甚至冇平坦嘅地方。調查部隊除咗工程人員之外，仲邀請咗大量步荷，以人力孭住啲行李，冒住跌落山崖嘅危險，一步步咁樣將最低限度嘅物資運到去深山入邊。一啲步荷係喺富士山邀請過嚟做嘢，相比富士山，立山嘅路途更加陡峭。當調查有咗一定結果之後，下一步就係開通去到工程地點嘅道路。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出咗關電隧道之後，到達長野方面入口嘅仙澤站。而家有幾個大型停車場，可以容納多架大型旅遊巴。工程當時呢度係放置物資同埋器材，同埋俾大型車輛停泊，以仙澤作為基地，開通隧道直達工程地點。而家旅遊巴來往仙澤同埋大町，大町就係最接近工程現場嘅城市，係黑四發電站建設事務所嘅所在地。咁大規模嘅工程，關西電力背負上社會使命，工程嘅預算比公司嘅資本多3倍。各種工程裏邊，興建水壩同埋部分大町隧道係由建組負責，混凝土由綠島建設負責，各條隧道由紅谷組負責，黑部隧道就由佐藤工業負責，而發電站等等嘅建築物就由大成建設負責。當時已經冇時間去用投標嘅方式，呢啲公司都係由關電指明嘅，工程預算都係俾建築公司決定。況且咁惡劣嘅環境，要揾其他公司投標已經好困難。呢啲公司都係而家日本首屈一指嘅建設公司，唔少觀眾都可能有聽過呢啲公司嘅名。順帶一提，大成建設嘅動畫廣告係出自新海誠嘅手筆。工期預計係7年，7年呢一個數字係根據關西用電情況而定，即係由工程開始嘅1956年開始，7年之內唔大幅增加供電量嘅話，關西嘅城市就唔能夠正常運作。最初嘅重要工程就係開通大町隧道，方便運輸建築材料，預計用1年時間，剩低嗰6年就係集中去興建水壩。負責開通大町隧道嘅紅谷組有豐富經驗，喺之前嘅座構間水壩工程裏邊，開通隧道嘅進度係每日7米幾，呢個已經係日本最高嘅紀錄。而1年之內要開通赤澤岳嘅山腹，由線澤去到御前澤，長5400米嘅隧道，配合喺另一端都同時開鑿嘅話，要達到每日鑿10米。工程以2組工人輪班趕工，隧道工程喺1956年8月1號開始，最初半年進度係每日7米，之後順利突破10米。當工人都鬆一口氣嗰陣時，到咗1957年5月1號，滲入山腹1691米嘅地點，盡頭開始湧出大量嘅水。南北長長嘅本州位於4塊板塊之上，構成中央地氈帶，而立山連峰估計係由歐亞大陸板塊同埋北美板塊互相碰撞而成，分界附近有可能藏有大量碎石，工人就遇上由碎石組成嘅地帶，呢個稱為破碎帶。而家通過關電隧道嗰陣時，都有介紹破碎帶嘅位置，呢個係黑四水壩工程裏邊2大難關之一。破碎帶每秒湧出500公升水，相等於2個半大油桶。由牆壁湧出嚟嘅水唔單止多，而且冰冷，只有攝氏4度。工人喺崗位工作只可以抵受30秒，根本冇辦法繼續開鑿，亦都要以木柱同埋鋼材固定隧道掌子面4周嘅牆壁，防止倒塌。呢個時候工作真係好艱辛，每日只可以前進20厘米。過咗3個月嘅8月1號，關西電力社長太田垣四郎去現場視察，尋找解決嘅方法，但係都揾唔到咩方案，只好決定唔改道，照原定計劃，睇睇破碎帶有幾長。地盤裏邊士氣大跌，有啲人就去拜託屋企人去冒充患重病，打電報返公司，
希望有藉口可以辭去呢一個冇前途嘅工作。1000人嘅團隊，一半選擇離開返老家。當時有新聞報道，黑四工程可能會腰斬，或者關西電力面臨倒閉危機。8月中旬，啱啱就係日本休假返老家嘅日子，離開咗嘅工人們睇到負面嘅報道，反而想為公司同埋社會渡過難關，一個又一個咁樣喺休假之後返去工作崗位，再試一試自己嘅實力。期限一日一日咁逼近，間組已經唔可以坐以待斃，喺未揾到方法應付破碎帶嗰陣時，就決定喺另一邊嘅立山方面運送物資，召集咗400幾個工人，強行越過高2730米嘅一支越山峰，進入黑部溪谷。因為冇正式嘅運輸通道，唔能夠準備大型嘅工具同埋器材，由立山一邊開鑿嘅進度就比較慢，況且開鑿去到中途都會遇到破碎帶。工程負責人揾嚟專業鑽探團隊嚟協助開鑿排水道，同埋用儀器探查破碎帶嘅規模。不過將儀器一插入掌子面度，就令更加多嘅水湧出嚟，而且水壓計都即刻壞咗，情況比專家想象之中差。到咗10月，由立山開鑿嘅團隊已經到達原本計劃嘅位置。由於另一端因為破碎帶進度停滯不前，所以佢哋就繼續開鑿落去，希望盡量減少工期延誤。工人不斷開鑿排水道，鑽探團隊就將水泥漿注入去掌子面，最終佢哋就探測到破碎帶大概長80米，總算揾到一個明確嘅目標。由掌子面湧出嚟嘅水越嚟越多，最多去到每秒660公升，幾乎只可以排水，唔可以再掘落去。但係天無絕人之路，差唔多進入咗雪季，氣溫早晚跌到去零下20度，寒冷嘅天氣令到水變成冰，咁樣令到工作環境更加嚴酷，但係就令到湧出嚟嘅水量減少，有利繼續開鑿。加上排水坑同埋水泥漿開始見效，工程指揮就加多人手，以24小時3班輪班制工作。到咗10月2號下晝2點35分，終於突破咗長80米嘅破碎帶，渡過咗難關。呢個時候由起點開始計算，總共鑿咗1863.6米，當中就包括82.6米嘅破碎帶。工人連新年假都唔放，連日趕工，1月嘅進度回復平均1日10米，到咗2月仲創出咗1日20.2米嘅紀錄。雖然中途又遇到破碎帶，但係規模就比較少，難倒已經身經百戰嘅工人。最終喺2月25號，工人就聽到對頭工程嘅聲。喺呢一日，大丁隧道打通咗，總共花咗1年零7個月。黑部的太陽為所有工程人員帶嚟曙光。開通大丁隧道只係成個工程裏邊最初嘅一部分，打通咗隧道，器材同埋物資都可以順利咁樣運送去到離富山灣55公里、標高1350米嘅水壩建設地點。頭先提到呢個工程有2大難關，另一個難關發生喺水壩上面，而且同設計有關。睇一睇水壩嘅外形係呈弧形，呢一種設計稱為拱形水壩。特徵就係將水嘅壓力分散去到兩邊，適合兩邊有堅硬岩壁嘅地形。而家就一邊喺水壩上面行一行，一邊講解第2個難關。相對拱形嘅設計，有另一種比較簡單嘅設計，稱為重力壩，係呈以直線為主嘅形狀。唔單止形狀，喺設計嗰陣時嘅計算都比較簡單，但相對拱形設計，要抵受同等嘅水壓，就要用較多嘅混凝土。黑四水壩嘅體積達到160萬平方米，要用400萬噸混凝土。喺採購同埋運送上面已經係問題，加上要喺短時間裏邊完工，就難上加難。
喺水壩旁邊展示咗當時鋪混凝土嘅器材，用呢一個黃色嘅大型容器載住啲混凝土，以停喺山坡上面嘅吊臂車由高處吊到去河床，規模大得驚人。呢一個工序嘅難處係要喺強風之下高速將混凝土鋪上，操作人員受到技術上嘅考驗。初時熟練嘅操作人員以好似樓梯級嘅方式向橫同埋向下嚟運送。呢一種水平同埋垂直式嘅操作難度比較低，但發覺效率唔夠，趕唔切完工。呢一個運送工作就好似夾公仔，咁樣就可以想象打斜操作嘅難度係比較高。唔好忘記工作要喺吹強風嘅山谷裏邊進行，工程途中就揾嚟技術高超嘅操作人員練習打斜搬運，總算可以提高效率，每日運送最多960次。當時起水壩去到高度60米嗰陣時，關西電力設計部嘅職員發覺咗地形上有重大嘅缺陷，連接水壩兩邊山坡嘅位置出現咗裂縫，即係代表山坡可能抵受唔住水壓而導致垮壩。加上喺半年之前，即係1959年12月2號喺法國嘅馬爾帕塞拱壩就垮咗壩，住喺下游400幾個居民喪命。呢件事就令人更加注重水壩嘅安全。黑四水壩就係同事件屬同類型嘅設計，關電嘅職員就唔可以輕視山坡嘅裂縫。關電向世界銀行融資嚟進行呢個工程，咁啱世界銀行嘅顧問團就去到關電嘅總公司，亦都商討咗水壩嘅安全問題。黑四水壩嘅高度喺原本設計裏邊係186米，而顧問團就考慮到安全，勸告減低36米，去到150米。呢一個改變會相應減弱發電量，令關西電力難以接受。設計職員就諗咗一個辦法，就係將連接山坡嘅部分改良，加咗好似一對翼咁樣嘅構造，嚟減少山坡受力負擔，彌補有裂縫嘅缺陷。世界銀行嘅顧問團亦都接受咗呢一個獨特嘅設計，關西電力總算渡過咗另一個難關。喺水壩旁邊揾到一個展示室，可以參觀以改編建設過程成電影《黑暴的太陽》嘅拍攝場景。水壩趕得及喺7年工期裏邊，喺1956年6月5號完工。呢一項創舉實際上豐富咗日本居民嘅生活，亦都令佢哋感到自豪。而電影喺12年之後上映，超過700萬人去到戲院欣賞。水壩嘅價值唔單止係一個發電設施，更加成為娛樂，以另一個方法為人帶嚟歡樂。除咗電影之外，工程裏邊建設嘅隧道同埋道路之後就改建成為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成為咗吸引國內外遊客嘅景點。每年有成100萬人次到訪，可以喺一次旅程裏邊乘搭唔同具特色嘅交通工具同埋參觀水壩。日本全國裏邊只有立山黑部。山脈路線裏邊其中一種交通工具無軌電車喺2024年停駛，2025年起就會由新款嘅電動巴士取代。水壩工程完結咗大概70年，黑部嘅新陳代謝仍然好似河水咁樣冇停落嚟。